大家好，这次我来到西南交大采访一位我国隧道工程领域知名的教授裘文革先生。我和他讨论的话题就是他多年前提出的隧道工程中国法。虽然这个提法至今在行业内还有不同看法，中国法的内涵也有待于我们广大隧道工程同行通过不断创新和实践来加以丰富。但我仍然非常钦佩他敢于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勇气，这恰恰是最值得我们隧道人学习的品质。和他这样一位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和注重实践的隧道工程学教授交流，总能让人受益匪浅。下面请大家听一听我和他的对话。裘教授啊，今天我来的话是想了解当初您为什么提出隧道工程中国法。上大学学的是隧道，那留校以后仍然是干的隧道，一方面教学，一方面科研，一方面还搞技术服务。我参与了很多工程。那在这个几十年的里边，深深感到我们国家的隧道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一个国家修了全世界1半以上的隧道。说地质最复杂，这个不太准确。我讲的是叫地质多样化最丰富的国家，比如青藏高原，比如黄土隧道，然后我们西高东低，啊，我们也有海洋，我们也有平原，所以各种地势、地形、地貌、地质多样化。然后我们国土这么大吗？我们各个地区都需要修隧道。早期是交通，尤其铁路，那它的拐弯和爬坡的能力要差，他要希望平直。那后来你要越岭，爬不上去了，要穿山而过越岭隧道。但是呢，咱们修了这么多隧道啊，这个挑战也很多，我们也都把它修成了。我们也掌握了全球所有的隧道修建工法，但是就没有一个中国法呀。我们现在的标准啊、规范啊，跟我们现在的实践呢是不匹配的。你比如说研报大变形，你在挪威法、在新译法里边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吗？怎么去处理它？没有啊，他们也在探索。我们遇到的甚至比他还更多。我们的实践现在远远超过了理论，就理论滞后于实践。伟大的实践特别呼唤伟大的理论的。你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中国法和已经有的那些方法，那么主要的差别在哪里？我说要形成中国法，你首先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因为打隧道最基础的这个理论就是围岩稳定性分析，这是一个最底层最基础的东西。那么我们传统的挖的浅嘛，拱顶上这一块待不住，它要塌下来的。后来你深到一定程度，脑袋顶上塌不下来了，隧道周边也有可能要有破坏的，要掉下来的。当然你用新奥法及时喷铆之护不塌了以后，那塌楼拱就不存在了，不存在那不是没有力啊。所以这就是后来这个新奥法提出来的嘛，形变压力，形变压力那它就比塌楼拱要小多了，然后它跟你支护的实际刚度就有直接关系了吗？但是这两者都还停留在力的阶段。我之所以有勇气提出要搞中国法，从基础理论上，我认为你必须要超越新奥法，超越挪威法。特别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深部超深的这种状态以后，你开挖完以后，我们企图用应力补偿，不让围岩破坏，这个是有点天方夜谭，因为它需要补偿的力非常大。比如说一个造帕我们就比较困难，要几个造帕、10几个造帕，你拿什么去支？就算你支住了，那个成本是多少？现在我们有些工程就是在这强制硬抗啊，一岩米30几40万了，支护成本啊，那这个东西可持续吗？我们都这样去做，越深我们的成本就是跟着要去涨吗？就是新奥法的理论呢，也就是说让那个隧道有一定的变形，这样的话这个压力围岩压力可以减少。其实新奥法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实践呢，是停留在基本上我说的异空间，就是岩石本身只是铲撞、节理、切割以后，它几何不稳定，就天然状态你挖开以后它不成拱。如果我们在一个背斜的地层里边，沿着河部去挖隧道，它也不受应力控制，它就天然成拱啊。那个黄土窑洞，它挖开了以后，它基本不支护，
所以它不受应力控制的时候，它能成拱，它不成拱它就掉块儿，掉块儿我关键块儿用个铆杆铆住你，帮着你成拱。你知道北欧人有一种说法，隧道它分2种支护，一种叫 light support 轻型支护，一种叫 heavy support。很可惜我们的口味比较重，我们全部都基本上是 heavy。heavy 就意味着成本大，成本高啊。但是这个呢，它还是基本停留在力的这个概念上。当你超深了以后，刚才我说了，你无法用一个力的补偿它，不让它坏，那你就得接受它坏。接受它坏以后，它必然就会有破坏能释放，释放以后就是一个能量问题了，转化了。那我消你这个能，帮着你消能，甚至软岩它自身有丰厚，它自身就可以消能，那我再辅助你，维持你几何稳定，让你这个汞能形成，就 OK。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成本低，带来了支护的轻量化。欧洲他们也做这些大变形，他们也用这种限阻器，各种各样的。也有可能做，我们国内有人把它翻译成让压，其实更准确的是塑性控制、曲幅控制。曲幅嘛，就是 plastic 呀，你要进入到塑性啊，不是硬康嘛。但是他们还是停留这个概念，它没有上升到能量。为什么曲幅在结构上是用不成的？你这些结构在荷载的作用下，你曲幅你就意味着你破坏失效，飞裂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地下可以用？你只有认识到它是一个能量转换和守恒的过程。第一物理量是能量，不是力，力是伴随量。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是在新奥法的这个基础上，针对我们中国的隧道越挖越深啊，都是超埋深，甚至于达到1000米的这样大量的工程，然后呢，提出了这么一个以能量守恒转化理论为基础的中国法。我们之所以提出这种理论的需求，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实践，是吧？那么在工程的实践当中，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满足你对这个能量转化和分析的这个提出的各种需求？你能不能在这方面谈一些你的这个？比如讲2个典型的，一个是岩爆。岩爆呢，它一定是脆性岩体，就是硬脆性或者弹脆性岩体。它的本构就是说，你加到它峰值力到峰值以后，它突然间就坏掉。它在高能的作用下以后，它破坏以后，它会有多余的动能，多余的动能它就会转化成这个飞出去的这个动能，这是岩爆的特点。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用一种支护能消你这个能，就是你子弹飞出来嘛，我给你子弹抓住啊，然后在短距离范围内把你由动变静，剩下来的就是你静止的剥落的那个岩块了。你看我们做岩爆的时候，现在通常的做法，有的要给工人穿防弹背心嘛，但是你就强烈岩爆的时候，你这个是不管用的，所以我提出给隧道穿防弹背心，整个在这个保护下边安全的作业，机械和人员都是安全的。然后你后边的支护，如果后续还有后置性的滞后性的这种岩爆，那我支护是有消能的能力的。我们现在相对刚性的结构，你的消能能力很差，因为能量作用上去以后，你刚度越大，你的力就越大吗？你力越大就超过你的预期的强度，你就要坏掉。所以不是你的强度越高越好，而是你消能的能力越好。所以控制的指标就变了。所以现在我们用消能的这种各种结构来做，由动变静了，就转化了，甚至我们可以让岩爆转化成大变形。大变形呢是软岩，软岩的特征就是它有丰厚，就是它峰值过了以后，它仍然有，虽然它的承载力下降，但是它仍然有就意味着它本身自身能消能。所以你说一软岩大变形它飞不出来的，它都是慢慢的蠕动，蠕动的过程就是它消能的过程，转化的过程，应力往深部去转移，而浅层它不是没有作用，浅层的应力是在跌落过程当中它要变形，它要做功的，应力在应变上要做功的，所以软岩它自身消能为主。所以我现在几个博士做下来就提出这个东西，浅部是主要的功能是消能，不是承载，它承载能力是在下降，而荷载跑哪儿去了？应力跑哪儿去了？跑深部去了，深部承载，浅部消能。但是如果说是连续体，我们是不需要支护的。我教了那么多年隧道力学，按连续介质的概念，那个特征曲线是可以跟横轴交上的，
就你不支护它，它就变一定形，它就完成了吧，形成缩影区就 OK 了。但是很遗憾，这个天然的掩体它不是连续体啊，你不支它，它几何不稳定，它要塌，它要垮的呀，所以一定要支。但是你不需要去强支，你的支护的作用就是帮助围岩去承一定的载和消一定的能，来帮助它完成的再平衡和能量转换和守恒。据我所知啊，你的这个天佑之穗公司实际上在这个监测方面啊是非常有特色的。看到你这里有一个仪器摆在这里，能不能就拿着这个仪器跟我解释一下好吗？我们开发这个仪器啊，是集这个3维激光扫描和数码照相为一体的，是把这2种点云融合在一起的，并且我这个可以架在全站仪上，我们叫全站仪搭载，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工程坐标、工程级精度的这个坐标传递过来。我扫描完以后是一个3维矢量化的图，地质图，这个是纯粹的数字孪生，那我就可以把隧道的掌子面搬到云上。你地质工程师理论上说可以不进洞了。哎，你在家里千里之外，你就有一个千里眼，你可以做素描，哎，你可以了解围岩的这种结构惨状。同时，我们不有扫描的功能吗？那我就不用全站仪去做那种有限点位的监控量测了，尤其大变形，我这个扫完之后是整个3维体的变形，我们叫全息的。那你整个这个变形的形态，你看，你比如说它产生偏压、不对称的变形，这个全能捕捉到。哎，这个信息就完备了，就丰富了。然后我们通过你这个变形的速度、加速度，看你收不收敛，然后跟我们那个线阻器那个结构就相匹配。这个是我们处理大变形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辅助工具。它第一，了解围岩惨状，我可以定性的知道你变形的对称性与否，哪个地方大，哪个地方小。我个人认为，要实现这个中国法，实际上是需要靠我们很多企业，因为你比如说是开发仪器的，但是不可能工程也是你来做，是吧？设计还是要有设计的单位，所以你怎么样让我们中国隧道全行业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国法的这个隧道的研发和它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创新当中，你有什么考虑呢？因为我提这个中国法，然后也是在隧道分会，然后到土木学会，得到土木学会的支持，所以我也发起了中国法创新联盟。我们很快在6月份要成立，因为现在全国已经有40几家报名了。那我也想这个团结全行业的力量，是吧？集大家智慧，我只是抛出一个砖。我希望隐喻出来，大家把科学的概念搞清楚，然后建立在这上面的高楼大厦，它才是稳固的。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好。祝贺天佑之岁永远时髦。谢谢。